高风险高回报是华尔街编造了半个世纪的最大谎言。你以为在承担风险，其实是在给机构交保护费。高风险真的高回报吗？如何找到稳赚不赔的估值底牌？本集中大师们为你揭露了3大识别底牌的市场信号和5条操作启示。如果不想错过，请订阅频道，紧跟逻辑，一定要看到最后。未来需要的实战量化工具也会分享出来。凌晨2点半，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手机屏幕幽暗的光打在脸上。你刚刚重仓了一只近期最热门、每天上下波动超过 15% 的 AI 科技股。你的理财顾问和市面上所有的金融教科书都曾信誓旦旦地教导过你，高风险高回报。你不断用这句话安慰自己，以为胃部痉挛般的焦虑就是通往财富自由必须缴纳的门票。而真正的大师们永远只玩低风险高回报的稳赢游戏。上一集我们看透了华尔街的搏傻绞肉机本质，今天我们要彻底掀翻这套伪逻辑的桌子。本集核心问题：高风险就真的高回报吗？如何找到稳赚不赔的估值底牌？第一幕，先看一个真实案例。1987年股市崩盘，全美最聪明的基金经理都在疯狂抛售，巴菲特却在这一天做了一个决定，让他在接下来20年赚了 60% 的税前回报。他买了什么？不是科技股，不是黄金，是可口可乐。让我带你看看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那一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宏观经济危机爆发，但恐慌却像瘟疫一样瞬间席卷全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之内狂跌了508点，跌幅高达惊人的 22.6%。在那一天，巴菲特的个人财富瞬间蒸发了3亿4200万美元。全美国的投资者都在疯狂抛售，哪怕是平时再冷静的基金经理，也被这史无前例的崩盘吓破了胆。面对如此巨大的财富缩水，巴菲特在做什么？他没有彻夜未眠，也没有盯盘，他只是平静地走进同事的办公室，简短地交代了伯克希尔接下来该干什么，然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继续看财务报表。几天后，当被问及这次崩溃意味着什么时，他仅仅耸耸肩说：也许市场已升得太高了。划重点，在真正的投资大师眼中，市场崩盘时的剧烈波动根本不是风险，而是市场先生在为他们提供一生难求的打折账单。巴菲特没有去买那些跌得最惨、看似反弹空间最大，也就是华尔街眼中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股。他以平均每股 6.50 美元的价格重仓扫货可口可乐。当时可口可乐的税前利润是每股 0.70 美元，相当于立刻就能拿到 10.7% 的税前回报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笔投资变成了税后回报率高达 40%， 税前回报率高达 60% 的超级印钞机。巴菲特用行动戳破了华尔街的弥天大谎，他没有承担任何极端的企业基本面风险，却拿到了令人目眩的暴利。第二幕，揭穿这个认知谎言。为什么我们总觉得高收益必须伴随高风险？因为华尔街发明了一个叫贝塔的指标，来衡量股价的波动。波动越大，理论上回报越高。听起来合理，但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划重点，将股票的上下波动等同于投资风险，就像把天气的阴晴不定等同于世界末日一样荒谬。真正的风险永远只有一个，你付出的价格远远超过了企业真实的内在价值。让我们用现代视角来感知一下。当你在 AI 狂潮中以极高的市盈率买入一家连稳定盈利模式都没有的科技公司时，你的贝塔值确实很高，你的风险极高，但这能保证你获得高回报吗？完全不能。你面临的是资本永久性毁灭的真实风险。相反，巴菲特将股票看作一种特殊的债券，股权债券。我们都知道，债券是极低风险的，因为它有利息。巴菲特发现，那些具有持续性竞争优势的优秀公司，比如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他们的股票本质上就是一种利息不断增长的股权债券。普通债券的利息是死的，比如 9%， 但可口可乐这种股权债券的利息，也就是它的税前利润，起步就有 10.7%， 并且每年还能以 15% 的速度复利增长。彼得林奇在书中提过一个叫瑞普·凡·温克尔的经典例子。
如果一个人把钱投入年收益率 9.8% 的资产中，沉睡整整60年，当初的2万美元会变成惊人的545万美元。这就是大师们的稳赢底牌，跳出预测股价波动的陷阱，寻找利润能持续复利增长的股权债券。只要买入时的价格足够便宜，这就成了一笔低风险、绝对高回报的单向降维打击。第3幕，你的完整投资系统。明白了高风险高回报是个谎言，我们该如何把这个颠覆性的认知变成我们实操中的认知框架呢？划重点，你不需要成为预测经济周期的先知，你只需要成为一个能在超市货架和财务报表中认出打折股权债券的精算师。接下来是你的2层操作系统。第1层，3个市场信号帮你识别风险和机会。第2层，5条行动启示教你执行操作。第1个信号，当你看到华尔街或媒体用高贝塔值、未来想象空间极大来向你推销某只市盈率高达上百倍的股票时，这意味着机构正在用高风险高回报的学术谎言掩盖该公司当前根本不赚钱的危险本质。他们试图把波动的投机包装成理性的投资。聪明的投资者知道，除非他有比华尔街更深的能力圈，或者是这个行业的专家，否则他只会捂紧钱包，不管别人在这个风口上短期翻了多少倍，都绝对不去碰那些无法计算出长期自由现金流和息票率的空中楼阁。第2个信号，当你发现一家你非常熟悉、业务简单易懂且具有很深经济护城河的成熟企业，其股票的税前收益率及每股税前利润除以股价远远高于当前的长期国债利率时，这意味着股票市场这个投票机出现了严重的定价错误，极其罕见的稳赢底牌已经出现。就像巴菲特在1987年看到可口可乐的税前收益率达到 10.7%， 而当时长期国债利率只有不到这个水平时，这已经不是投资，这是在地上捡钱。聪明的投资者会把它当成不可多得的股权债券大量买入，他不会去预测大盘下个月是涨是跌，只是知道只要这家公司每年继续卖出更多的产品，它的利润息票会越来越厚，市场早晚有一天会被迫给它重新定价。第3个信号，当你计算出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而它目前的市场价格与你的估值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比如市价只有估值的 60% 时，这意味着你找到了价值投资的绝对圣杯——安全边际。本杰明·格雷厄姆指出，在愿意付出的价格和估计出的股票价值之间保持一个巨大的差价，就像驾驶汽车时留出安全车距一样。即使你对 AI 对该行业未来的冲击估计不足，或者公司管理层犯了点错，这层厚厚的边际也能吸收所有的意外冲击。聪明的投资者会大胆建仓，然后像考拉一样趴在股票上进入沉睡状态，不管外界怎么喧嚣，只要公司的底层商业逻辑没坏，就绝不轻易交出筹码。3个信号帮你认出了底牌，但如果不能变成账户里真实的盈利，一切都是空谈。以下是为你提炼的5条实战武器，专治高风险焦虑症。启示1，股市不是测量波动的测震仪，而是未来自由现金流贴现的计算器。立刻停止查看软件里股票的贝塔值和每日 K 线的上下跳动。当你打算买入一家公司时，去翻看它过去5到10年的财报，计算它的自由现金流，把这个数字除以你打算买入的股价，算算它的息票率到底是多少。如果算不出来，或者数字极其微小，立刻放弃。启示2，高风险高回报是伪命题，真正的财富来自低风险高确定性。在当前 AI 满天飞的环境下，拒绝任何只有宏大趋势而没有实际现金流的科技概念股。将你的猎枪瞄准那些行业地位稳固、不依赖高负债且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常年稳超 15% 的无聊公司，等待他们在市场恐慌时大打折扣。启示3，股票的本质是利息不断增长的股权债券。用买长期国债的心态去买股票。假如国债利率是 6%， 而你找到了一只市盈率10倍的好股票，它的收益率就是 10%。只要这家公司的利润还能保持年复利增长，加上管理层慷慨的分红和回购，买入它，即便明天股市跌停，只要它的实际利润，你的息票还在涨，就直接把账户锁进抽屉里。启示4，
安全边际是你唯一能抵御黑天鹅的护盾。永远不要用全价买入任何伟大公司的股票，哪怕这家公司完美无瑕，你也必须在估算出的内在价值基础上强行打个7折甚至6折作为买入价。如果当前市场没有给出这个安全边际的价格，宁可手握现金耐心等待，也绝不因为错失恐惧症而勉强出手。启示5：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打断复利是投资中最大的罪恶。效仿彼得林奇书里的瑞普·凡温克尔，买入优质的股权债券后就去沉睡，大幅度减少你的交易频率，不要因为赚了 20% 就沾沾自喜的获利了结。你每一次换仓都在产生高昂的交易税费和摩擦成本，只要公司的基本面没有恶化，就让时间自动把你的本金放大几十倍。以上就是本集的核心内容，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接下来现在有一个致命问题还没解决，你今天找到的印钞机或是折价买入的股权债券，在当前 AI 风起云涌，随时可能颠覆一切传统的时代，明天会不会有无数资本大鳄冲进来把它摧毁？下集讲护城河，那是穿越周期任何新势力都攻不破的终极防线。那么你觉得哪些公司的护城河够深呢？评论告诉我，下期点名回复。记得点赞、订阅和开启小铃铛。谢谢观看，下期见。